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如何通过吃相看命运。我们都知道，从面相上可以看出人的性格和贫富贵贱，可是不懂面相的人就很难去判断。其实从人的生活习惯也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的，比如吃相、走路姿态等等。之前小酱汁老师给酱友们讲过走姿与命运的关系，那如何从吃相看命运呢？小酱汁今天就给酱友们讲解一下，酱友们可以对照自己的吃相参考。一、吃饭速度过快。如果一个人吃饭速度非常快的话，这种人大多从小出身不好，家境比较清贫。一方面是由于在吃饭方面从小父母就疏于教导所致，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差，少年时期就开始奔波于学习和各种杂活，所以慢慢养成了吃饭速度比较快，然后急等着吃完去处理其他事情，性格比较的急躁。首先从健康的角度来说，胃里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吃完了，长期如此会对胃部造成很大的负荷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而且一生奔波而辛苦，为了谋生而奔波不停，想要翻身的话只能白手起家。二、吃饭速度过慢。如果一个人吃饭速度非常慢，每次都是别人吃完了，就剩下他们自己还在慢条斯理的吃着饭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从小比较受到长辈或父母的疼爱，家里为他们创造的生活环境和经济环境都还算不错，没有吃过什么苦头。不过幼年时期一般食欲不是很好，体质较弱，容易生病，长大后依赖心也特别的强，心性较为单纯，希望得到周围人的照顾，不过在感情上容易受到欺骗。三、吃得少却发胖。现实中根据体质的不同，有的人饭量很大，但怎么吃就不胖，而有的人喝凉水就会发胖。如果一个人吃的不多，却身形容易发胖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属于心性比较宽的类型，不喜欢操心，也不喜欢与人发生矛盾，凡事与人为善，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，凡事也不喜欢纠结，心态比较乐观，但是缺乏上进心，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，对于自己的身形也不是很在意，虽然不会有太大的成就，但是一生过得简单而快乐。四、吃得多却消瘦。如果有的人饭量很大，每顿吃的都比较多，但是身材却非常的消瘦的话，从医学的角度来看，大多是由于身体里缺少一种酶。不过在相学中则认为食多而瘦者性格错乱，这种人大多脾气不是很好，有些喜怒无常，让人难以琢磨，因此人缘比较差，个性非常的倔强，决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，谁劝也没用，有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着，但是却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纠结和矛盾之中，经常为了各种事情而烦恼不断。五、吃饭中发出声音。吃饭时一般都会发出声音，但是如果一个人吃饭时喜欢吧唧嘴的话，就像猪吃屎一般。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气息错乱，而且从小缺少父母在饮食礼仪方面的教育。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非常的忠厚老实，但是头脑却比较愚笨，也没有什么大的志向，能力平平，所以也不要对他们抱有太大的期待。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话，他们也难当大任。六、吃饭安静不语。古语有云，食不言，寝不语，指的是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，睡觉的时候不要聊天，这样注意力才会集中。有些人吃饭很安静，不喜欢说话，默默地吃完饭，然后开始做事情，为人稳重，做事能够深思熟虑，比较专一，对待事情认真负责，这样的人易成功。七、吃饭经常掉屑。如果一个人在吃饭时，碗的旁边总是会掉下来很多的饭粒磨屑的话，这种吃相在相学中也称为属实淋漓。这种吃相的人大多胸无大志，能力不高，而且做事不喜欢思考和规划，也没有统筹全局的大局观，
眼界非常的狭窄，在事业上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难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和成就，天生命格低贱，难富贵。8. 吃饭露牙齿。有的人会说吃饭的时候都要用牙咀嚼，都会露牙齿的，但其实不是这样。如果一个人每次咀嚼食物时总是喜欢张开嘴巴露出牙齿的话，这种吃相看上去比较凶残，这种人大多内心也比较的刻薄自私，凡事都只顾自己，对别人非常的挑剔，缺乏仁义之心，一生注定比较贫苦低贱，很难有富贵可言。9. 吃饭歪歪扭扭。吃饭坐立不安，歪歪扭扭，此种命相者一生无大运，命中无贵人，生性多疑，身旁无一可信之人，工作婚姻皆不顺，事业难成，家庭难安定，天命之年注定有劫，度过方可安享晚年。10. 吃饭的姿态。所谓吃饭的姿态，主要指的是吃饭时的状态。吃饭时当然是要端庄稳重的姿态为最佳。如果一个人喜欢吃饭时趴在桌子上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内心非常的敏感和自我，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。如果一个人吃饭时像小鸟一样总是啄来啄去，这种人必定贫穷。如果一个人吃饭时总是像牛和羊一样细嚼慢咽的话，这种人容易获得尊贵的身份和地位。如果吃饭像老虎一般，则统帅力比较强。除此之外，我们通过看一个人的饮食喜好，也能大概了解一个人。具体怎么看呢？一起随小酱汁老师了解一下吧。1. 喜欢吃清淡食物的人。喜欢吃清淡食物的人往往注重交际，善于接近别人，不愿意枪皮马地的行事。2. 喜欢吃甜食的人。喜甜食之人性格一般热情开朗，平易近人，但有些软弱胆小。3. 喜欢吃辣椒的人。为人喜吃辣，大多都很善于思考，遇事有主见，吃软不吃硬，但多少有点爱挑剔别人的毛病。4. 喜欢吃煮炖食的人。此类人性格温和，和谁都谈得来，常富于幻想，但不愿表现自己，不太好接近。5. 喜欢吃蒸制食品的人。喜欢吃蒸制食品的人一般性格比较和善，不轻易激动。6. 喜欢吃生冷食的人。此类人基本表现为对大自然有浓郁的兴趣，比较坚强，但不愿表现自己，不太好接近。7. 特别喜欢吃大米的人。有点自得其乐，常自我陶醉，对人对事儿很通融，但不爱帮助别人。8. 特别喜欢吃面食的人。喜欢吃面食的人大多能说会道，对事物容易感染，意志不太坚定，容易丧失自信。9. 喜欢吃烤制品的人。比较专心致志，上进心强，性情急躁，欠温和，爱出主意，但又缺乏当机立断的气魄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遇到吃相好的人，也会忍不住多看两眼，这是一种气质和教养的体现，但是也不能以偏概全，毕竟现在这个社会高效率、快捷。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，女人手有此特征，必定能够大富贵。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，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。比如说从面相上，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。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，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。再比如，他们还可能拥有富贵手相，哪怕颓废懒散，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。那么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指甲圆又红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，且色泽红润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，整个人气血充足，精力非常的旺盛，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儿。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，做事认真负责，而且善于打理钱财，善于经营，又不会胡乱花钱，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，一生财运亨通。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，全家都能够受益，大吉大利。2. 手掌厚实有肉且柔软。手掌很薄或者是手掌无肉都是骨头，
这样的手相一般是没钱、无福无财的手相。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只怕是个劳碌命的人呐。如果一个女人手相厚实有肉，十分的柔软，这样手相特征的人便是一个十分富贵、有钱、命运很好的女人。她们收入很高，财运很好，从来不缺钱花，家境很好，通常来说是出生于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。另外，这样手相的女人在事业上的能力很强，也会成为一个事业有成、婚姻幸福的女人哦。3. 左右双断掌。一般来说，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，因为大多数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。如果女人的双手皆是断掌纹的话，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，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儿。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这类女人性格坚毅，做事坚持，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的强。不但不会克夫，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，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和财运，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，能够招财进宝，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，富得流油。4. 食指短。天生食指比较短的人，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，尤其是对待工作，简直是一丝不苟。他们为人很实在，没有心机，深受大家信任。如果手指关节是凸出来的，那么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很独特，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，让人感到很新奇，而且能够把它们变成现实。手上有这种特征想法的人，在事业上会有很大的成就，能够富贵一生。5. 手中的线形成元宝形状。手中有很多线，一般有3线主线和其他的1线辅线。这些线如果构成古代的金元宝形状，即向上面宽下面窄的梯形，元宝形状越大，财富就会越多。有的人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的形状，这样的女人也会很富有。总之，这些元宝状的线代表着生活富贵。6. 手上有财库纹。说到手中的财库纹，自然是会与财运有很大的关系。手中的线相互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人，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，这种形状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不管男女，他们在财运上的运气会比较幸运，容易大富大贵。除此之外，女人手上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，叫做理财纹。女人手上有理财纹，具有理财观念和能力，通常是会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是出纳，很会理财，无论是给别人还是给自己。7. 天纹清晰细绣。天纹是手掌中最上方的纹路，也就是西洋相学中的感情线。如果一个女人手相中的天纹到达食指下方，而且纹路清晰细绣，说明命主面对感情十分的真挚，个人的修养以及情操都很高尚。倘若能与门当户对的人结为夫妻，在今后的日子里相互扶持，能把家庭和事业打理得很好。8. 掌心凹陷。我们的手掌心是手相中比较重要的，因为上面有很多的纹路。想要知道自己的手相有没有富贵的信息，可以将自己的手掌伸直。如果手掌的掌心部位出现了一个凹陷的坑，有明显的凹陷，这样的手相特征是典型的富贵手相，在生活中也十分的罕见。根据相术学的说法，手掌心有凹槽的手相称为聚宝盆。一般来说，这样手相的女人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，在生活中的财富会有很多，似乎所有的钱财、金钱、财富都会自动的往她们身上靠拢，她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金钱与回报，所以这样手相的女人非富即贵哦。9. 手指比较细长。手指的长短也是有说法的，短有短的说法，长有长的说法，而细长的手指在手相中是最好的。手指细长在好的富贵女人手相中分为2种，反正就是看起来协调一些就对了。哪怕是手指粗一些，但是自己整体看起来是和谐的，也是显得细长的，也算是作数的。其实每个人和自己相处久了，自己最了解自己，因此自己看也会更加准确。10. 食指和中指之间有一些缝隙。我们的手指是手相算命中的一部分，是能看出运势的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手相中，食指与中指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缝隙，这种手相特征的女人也是一个富贵命的女人呢。
虽然他们有些放纵不羁，有些喜好自由，有些反感被约束的生活，但他们的大脑非常的灵活，心思细腻，思维缜密，是一个做事勤快、有头脑且非常努力的人。所以这样首相特征的女人必定可以成为一个富贵之人呢。11. 食指上有3约纹。一般情况下，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，就叫做3约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，往往财运很好，一辈子不缺钱花，而且往往都是得益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。例如，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等。12. 手上有2条玉柱纹。手上有2条玉柱纹，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，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，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，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的有钱。她们可以享子女的福气，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。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，要保持淡定的心态，不可欣喜若狂，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。13. 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。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的手相，人们碰到的并不会太多，而且我们从掌纹上来看，事业线和生命线应该是比较重要的2条大线。如果这2条大线呈现一个相交的状态，那么这样的人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，事业上做得顺风顺水，而且还能得到财神的照顾，从而坐拥无数财富，让自己走上人生富贵的巅峰。14. 无名指根部丰满。无名指根部丰满的人是那种头脑非常灵活的人，而且也是比较敢打敢拼的。他们这种人非常的适合去做生意，他们的生意头脑是非常灵活的，所以说也能够赚取一大笔的财富。再加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是比较强，所以说能够达到第一个去赚钱的人能够大赚一笔。15. 水星丘饱满命富贵。水星丘的位置处于小拇指的下方，手掌伸直之后有略微的隆起，此处便是水星丘。一般水星丘比较饱满的女人有财气，有福气，且从性格角度来说，她们不但很精明，而且能说会道，一看就是属于那种很精明能干的女人。所以这样的女人做事情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，不是能够嫁入豪门，就是自己赚大钱，做老板，成为女强人。这些手相的女人都是属于有着非常好运气的人，她们都是属于那种有着亿万富翁的手相，通常都是能够赚到非常多的钱财。这种人的财运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整个人的眼光也是比较好的，所以说能够进行投资理财，让自己的钱财越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，风水大师说，门口放鞋柜，最好的风水其实是这样，千万不要再犯错了。鞋柜摆放的风水禁忌有很多，其中就包括禁忌正对大门，禁忌高度太高，禁忌颜色花哨，禁忌乱放吉祥物，禁忌鞋柜摆放在卧室，禁忌鞋子摆放不整齐等。如果要在室内摆放鞋柜的话，最好将其摆放在大门口附近。今天介绍的主要内容是鞋柜摆放的风水禁忌，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。1. 鞋柜放在哪里比较合适？小小的鞋子也有磁场，也可以影响风水。不少女士拥有大堆不同款式的鞋子，并喜欢将鞋放于睡房内，方便上街前选鞋配衫。可是在风水学上，鞋子只适宜摆放于大门口附近，却不宜放在屋内其他地方，包括睡房。对于大门面向走廊的家居，鞋柜更可兼作屏风之用，阻挡由大门直冲而进的杀气。至于不曾穿过上街的新鞋或供室内专用的拖鞋，放在家中任何地方都没有问题。所以如果考虑到空间问题，可以在玄关入门处安置一个小巧的鞋柜，只摆放日常更换的鞋子，新鞋或者换季的可以擦拭干净后放于居室其余空间。2. 鞋柜摆放的风水禁忌。1. 禁忌正对大门。在鞋柜风水学中，其鞋柜的摆放位置不可正对于入口处，以不止入门的某一侧为最佳摆放位置。
风水学里常常提到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将其带脏气鞋柜摆放于大门的右边，即白虎位，将会抵挡凶位的煞气，为居住者带来好运。2. 禁忌高度太高，鞋柜的高度不宜超过房屋空间的1/3，更不能超过居住者的身高。因为在风水学中，上为天财，中为人财，下为地财。鞋子是给足部穿着保护脚的物品，故属于地。如过于高，占了中间的人，那么将其影响着全家的身心健康。3. 禁忌颜色花哨，在鞋柜风水中，鞋柜宜藏不宜露，颜色花哨的鞋柜太过于绕眼，使之不能让人一眼看出它是鞋柜。当然，在鞋柜上放一些花草、艺术品等，不仅增添美观，同时还有很好的催运作用。4. 禁忌乱放吉祥物，在家居装修空间之中，许多人为了节省空间，将其把带来的貔貅、麒麟等开运化煞的吉祥物放于鞋柜上面，岂不是在犯了鞋柜风水学中的大忌，使之对家居风水造成不良的影响。5. 禁忌鞋柜摆放在卧室，有的女士为了化妆穿衣，选择鞋子方便，把鞋柜摆放在卧室里，这是不可取的。鞋子的气场对卧室风水影响很大，严重的还会影响到你的婚姻，所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要尽快调整。6. 禁忌鞋子摆放不整齐，避免鞋子摆放乱七八糟，影响美观。对于穿过的鞋子，一定要及时洗刷，去除异味，以免污染室内的空气。鞋头最好向柜内收，否则每次打开鞋柜取鞋的时候，鞋尖对着自己，形成火煞，久而久之对健康有害无益。对于鞋柜摆放风水禁忌的介绍就到这里，相信看完之后，大家对于鞋柜的摆放风水有了一定的了解。风水不是迷信，有的风水确实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，正确的摆放位置会给你带来不少的好运。希望大家能够分享给周边的人，传递好运。最后，祝大家在2019年云簪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8种指甲8种命，看看你是哪一种。在生活中你会发现许多人的手指甲是不同的，有的人是圆形的指甲，也有人是长方形指甲，也有人是三角形指甲。你知道吗？手相中每种不同的手指甲都有着不同的含义，隐藏着一个人的命运、贫富、贵贱。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，看看你是什么命吧。1. 正方外形的指甲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形状呈正方形状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正直，做起事来认真负责，属于特别爱岗敬业的类型。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真诚用心，不喜欢弄虚作假，无论做什么都会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事业心较强，收入也是比较稳定的，财运和收入状况良好，在感情中也是爱恨分明，不喜欢欺骗，所以也能够赢得对方的真心，感情顺利。2. 长方外形的指甲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呈长方外形，这种人一般性格温和大方，做事不急不躁，非常的沉稳大气，而且心胸宽广，不喜欢斤斤计较，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和担当力，敢作敢为，内心坚韧。男人长有此种指甲的话，胸襟宽阔，能力突出，在事业方面能成大器。女人有此指甲形状，事业心强，属于典型的女强人，不喜欢依附于人，性格坚强，异性缘也非常的好。3. 百合外形的指甲。所谓的百合型指甲，指的是指甲长得稍长，且中间部位较为突出，并且指甲的四周向内取，
看上去如同百合片一般。这种指甲形状看上去非常的漂亮，比较常见于女性的手指甲。不过不论男女，长有此种类型指甲的人，一般性格方面非常的温和善良，有着很强的亲和力，人缘特别的好，特别招人待见，朋友较多，桃花运和事业运都比较的顺利。4. 圆外形的指甲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形状呈圆形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，反应比较的快，处事也特别的多变灵活，有着很强的变通能力，为人处事方面不死板，而且性格温厚，不喜欢争强好胜，属于那种踏踏实实做事的人，而且态度非常的踏实稳重，也特别的会照顾人。婚后也非常懂得体贴和关心自己的另一半，家庭责任感比较重，婚后也比较的顾家，感情稳定，家庭和睦。5. 扇外形的指甲。所谓的扇贝形的指甲，指的是指甲的形状下窄上宽，但指尖部位呈圆弧形状。长有这种指甲类型的人，一般天生体质较好，身体素质好，不容易生病，而且做事执着认真，只要决定的事儿，不论再艰难，也会勇敢地面对和完成。对待感情同样也是如此，只要认准的人，就会勇敢而坚定地追求，对感情非常的专一，属于特别务实的类型。6. 梯形的指甲。与扇形指甲正好相反，梯形指甲的重要特征便是指甲的形状呈下宽上窄状，且指头部位的指甲线条较直。长有这种指甲的人，一般在为人处事方面都非常的低调，性格也比较的内敛，做事朴实，属于非常务实的一类人，而且思维缜密，做事很有规划和想法，不会贪功冒进，喜欢一步一个脚印儿去踏实地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在感情中也更加注重对方的品行，事业和财运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一个态势。7. 凹凸不平的指甲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一直看上去凹凸不平的话，这种对于自身的运势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，但若是在某一段时间内突然变成这样的话，大多皆是由于近期的营养和饮食不均衡所致，也代表着近期的健康状况不佳，身体方面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状况，而且心思也会变得较为浮躁，做事缺乏耐心和细心，容易因为思考而坏事。8. 狭长外形的指甲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形状呈狭长类型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具有艺术方面的才华和天赋，相较于物资而言，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和享受，想法也比较的不切实际，也特别的喜欢钻牛角尖儿，属于那种具有完美主义情节的人，凡事都要力求完美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，事业和财运一般发展较好。2. 手指甲上的月牙有何影响？ 1. 月牙突然变小。如果手指上的月牙突然之间变小，而且没有什么光泽，则说明身体寒气较重，气血亏虚，同时会伴有怕冷、怕风、身体乏力等症状。这时候要在饮食上做出调整，多吃红枣、猪肝、牛肉、樱桃等食物，补充气血。对于女性来说，可以适量的喝点生姜茶，提高身体温度，按时睡觉，减少熬夜，保持身体内分泌平衡，积极锻炼身体。另外，月牙变小还可能是肠胃出现了问题。当胃功能下降，肠道蠕动减慢，身体营养缺失，月牙就会变小。如果是这种原因，就要积极调理肠胃，减轻症状。2. 月牙突然变大。正常情况下，手指月牙的大小不会超过甲面的1/4，但是如果超过，说明身体肝火旺盛，要及时灭火，不然很容易出现上火、便秘等症状。可以吃点芹菜、西瓜、苦瓜、雪梨等食物，
能有效的降火，缓解身体的不适。如果情况比较严重，食疗效果不是很好，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药物调理。肝脏在人体中负责代谢，如果肝火旺盛，会影响肝气行走，肝功能减弱，可能就会让月牙突然变大。除此之外，如果上了年纪的人指甲月牙突然变大，要小心血压异常，及时测量血压，减少食盐摄入，保持一定的运动量，调节血压，减轻血管负担。3. 月牙若隐若现，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其中一个手指之前是有月牙的，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月牙消失了，时有时无。这种情况下，你要注意身体代谢是否产生异常，最好及时做检查。4. 月牙突然变多，如果之前手指只有6个月牙，在最近一段时间长出了10个月牙，月牙数量突然变多，这时候要警惕甲状腺问题。当甲状腺素激素分泌过多，会影响月牙的生长，要警惕甲亢，建议及时就医。3. 不同手指的月牙代表什么？ 1. 拇指上的月牙，拇指看出一个人的脾胃状况，如果拇指上的月牙刚好是指甲的 20%， 说明你的脾胃非常的健康。如果拇指上的半月白呈现出粉红色，则说明你的胰脏不太好，功能减退，所以才会出现疲惫、抵抗力变差的情况。有些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糖尿病，因此需要多加注意。2. 食指上的月牙，食指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肠胃健康状况，如果是健康的月牙白，说明你的肠胃功能健康，但一旦出现粉红色或者减少的情况，则说明你的消化功能出现阻碍，可能出现消化系统已经有问题的情况，因此经常会出现不想吃东西的情况，食欲也会变小。3. 中指上的月牙，中指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，月牙白正常的人一般精力充沛，不会有不舒服的情况出现，而如果月牙白异常，则会表现出精神状况不稳定，经常会感觉到头晕眼花、头疼脑胀，晚上失眠多梦，经常会从梦中惊醒等等。中指与心包经相关联，所以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将这些状况表现出来，因此平常要多注意休息。4. 无名指的月牙，无名指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内分泌病，一般无名指上的月牙白正常，那么这个人的内分泌是不会出现紊乱的，但如果不正常，那么就会出现内分泌紊乱的情况。月牙白若是呈现出粉色，则说明你体内阴阳失调，身体情况下降，抵抗力变差。女性如果无名指的月牙异常，则会出现月经失调、痛经等状况，严重者可能出现不孕的情况。5. 小指的月牙，小指与一个人的心脏和肾脏有关，如果小指上的月牙白正常，则说明你的心脏和肾脏非常的健康，但如果月半痕变成了红色或者粉红色，就说明你的心脏可能出现问题，血液循环功能失效，容易造成供血不及，出现贫血的情况。而如果有心脏病，则不会表现出来，因此很多心脏病人在早期都无法发现，只有等到病情恶化之后才被发现，却太晚了。从一个人的指甲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、健康、贫富、贵贱。读懂了手指甲的密码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提前知道一些信息，可以避免出现一些灾祸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